晚上好啊，我是毛一方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马来西亚最有名的鬼。这个鬼基本上很少骚扰华人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华人有吃猪肉，而本地那是穆斯林鬼，所以不敢靠近。可是如果你闯入他的地盘，或者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，这样他一样会找上你。今天我们就讲一个华人遇到本地那的事件。这个故事发生在独立前的新加坡，当时还是马来西亚。这个故事刚开始听起来没有什么，可是听到后面一定会让你毛骨悚然。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胡龙顺的华人，为了更有代入感，那么阿顺就由我来带路咯。那么我们开始咯。小时候我住在加兰加佑的望星山，那里有条河叫柴港桥。以前哪里有那么多玩的东西啊？柴港桥简直就是我们的游乐天堂，可是也是死亡地狱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里的河水很急，不但有毒蛇鳄鱼，这里经常还有水鬼的案例。听老人家讲，以前这里就有几个人在这里溺水死了。恐怖的是，他们的尸体捞起来的时候，在他们的小腿上竟然发现有5个手指印，就很像被什么东西硬拉下去那样。可是这个不是最恐怖的，听马来朋友讲，那边还有本地那，他的牙齿又长又尖，长长的指甲，他最喜欢冷血。要是碰到他，肯定会被他吸得干干的。不过那时候的我哪里管得那么多，每天就跟着我的同班同学毛阿，到处去打小鸟、抓鱼、放风筝、打鼓励等等。这些玩的东西呢，毛阿可以说是样样精通，可是他就是不会读书，所以他功课上的事情基本上都是问我的。那么什么地方可以钓到鱼啊，什么地方可以抓到螃蟹啊，都是他带我去的。毛阿的胆子特别的大，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偏要去。他最喜欢的就是去森林冒险。那天放学后，毛阿就约我一起去抓大号斑鸠，有一个马来朋友拉姆利的叔叔雅姑带路，我当时就一口答应了，晚上还兴奋得睡不着啊。当天我们就在永华戏院那里集合，准备好东西后，我和毛阿、拉姆利就跟着雅姑叔一起出发。路上毛阿就小声地跟我讲，这个地方比较偏僻，他也没有去过，听讲那边还死过不少人呢，叫我路上小心一点，听雅姑叔的指挥就好。路上毛阿还讲，这个雅姑叔不是普通人哦，他其实是马来巫师来的，他有养小鬼，还会帮人解降头的。等下我们跟在他后面走就可以了，他讲什么就什么，不要多问。听他这样一讲，我都有点害怕了。很快的，我们就来到了柴桥港河边，我们就沿着一小段的黄泥路前进，过后就经过了一大片的红树林沼泽。这个沼泽路啊，非常的难走，雅姑叔就拿起巴浪刀，一直砍那些前面的树枝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踩着那些树枝前进。走了差不多有1个小时，我们终于离开了沼泽地，来到了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。这个时候，雅姑叔就皱着眉头望着天，脸色有一点奇怪。可是我们看上去什么也没有看到啊。过后呢，雅姑叔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在这里抓鸟。我总是感觉他看到了什么，可是也没有说。然后雅姑叔就开始布置这个抓鸟的陷阱了。他就把一张几乎透明的渔网铺在地下，然后拿出一只母的斑鸠绑在渔网上面的棍子上。完事后，我们4个就一起躲在森林里面等咯。雅姑叔当时就模仿着大号斑鸠的叫声，他就在那边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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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森林里真的还传来了类似的声音哦。过不久，果然有一只斑鸠飞了过来。当它一落在网上的时候，斑鸠的爪子就被渔网缠着了。我们就把它放进笼子咯。完事后，雅姑又重复了在那边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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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玩着，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。不远处就传来一个很大声的咕咕咕咕咕咕，一听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大号斑鸠。我们4个就凭着呼吸等待猎物上钩。果然有一只非常大的斑鸠飞了过来，停在不远的树上。可是奇怪的是，我们放在渔网上面的那个母斑鸠竟然没有跟它一起叫哦，反而在那边走来走去，还一直东张西望，一看就是很害怕那样。过不久，那个超大斑鸠就飞走了，可是没多久它又飞回来了。这次它就停在我们的那个母斑鸠附近，刚好就在我们渔网上的棍子上，没有踩到渔网。这次呢，我们的母斑鸠也没有叫，而是在那边拍动着翅膀，就很像很害怕要逃走的样子。超大斑鸠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靠近我们的母斑鸠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的母斑鸠一动不动的低着头，然后这个大斑鸠又飞走了，飞走后又回来，重重复复都不知道多少次了。然后就在超大斑鸠飞走的时候，突然间雅姑叔就紧张的叫着我们赶快去收拾东西，马上回家。
亚姑苏的神情非常的严肃，看到亚姑苏这么紧张，我们也不敢多问，就一起手忙脚乱的收拾东西，准备回家。然后亚姑苏就要我们排成一排的走，亚姑苏就走在前面，他叫我走第2个，然后毛阿走第3个，蓝丽走最后面。他当时还拿出了一支铁叉，叫我拿着走。过后，亚姑苏紧张的看了看天，警告我们回去的时候要走得靠近一点，不要离得太远。走路的时候不要讲话，也不可以回头看。在路上无论看到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停下来，千万不可以停下来，一下子都不可以。听他这么一讲，我们几个瞬间就紧张了起来。才刚要走，那只超大的斑鸠就飞了下来，停在我们前面，一直咕咕咕咕咕咕的叫个不停，就像等我们去抓它那样。可是亚姑苏说不可以理它，我们就这样没有讲话，紧紧的跟着亚姑苏身后走。突然间，草丛里不断有黄色的大蚱蜢跳出来，每一只都有3寸长啊，还有很多叶子上都有很多大豹虎在打架。这个时候，亚姑苏的神情就变了变，他就从包里拿出2把刀，不断的互相敲击，口里不断的大声念着咒语，听得我们几个都紧张了起来。而那只超大的斑鸠不断的跟着我们后面咕噜咕噜的叫，可是我们都不敢回头看。只见亚姑苏越走越快，一刻都不敢停下来。在这段急促的路途中，我看到了很多我这一辈子都没有看过的东西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就有一只七彩斑斓的超大蝴蝶在我面前飞过，我2个手加起来啊都不够这个蝴蝶大。当时我下意识的就想伸手去摸，可是亚姑苏就拉着了我。正当我想问他为什么时候，脚下一滑，低头一看，竟然踩到了一只手臂长的大马鹿啊！我感觉很恶心，我立马就抬起了脚，结果嗖一声，一只褐色的大蜈蚣从草丛里面爬了出来。这只蜈蚣差不多有我脚那么长啊，可是擦了擦眼睛一看，又不像蜈蚣了哦，原来是一只黑色的蛇。诡异的是，它还和一只花色的蛇缠在一起，身体还在不停的扭动着。正当我看得很入迷的时候，亚姑苏就推了我，他的表情非常的严肃，像是在警告我，叫我别看，叫我继续的走。可是越往前面走，地下还有一堆一堆的硬币，有的是2毛，有的是5毛。当时我们也没有停下来，没人敢去拿，我也不敢去拿。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平时我们想看到一样都不容易，可是在那一段路程中，我全看到了。过后还有更奇怪的事，就是正当我们要走出红树林沼泽的时候，有一个马来女人走了过来，她头上围着一条头巾，所以看不清她的脸。可是从她被纱笼紧包着的身材来看，绝对是一个超级美女。我当时就想，她一个女人走进去里面做什么啊？当然我也不敢回头看她，因为那天发生的事情太诡异了。我除了紧张跟着亚姑苏身后以外，什么事也不敢做，也不敢多想。慢慢的，天已经渐渐的黑了下来，我们就这样紧张的穿过了红树林沼泽后，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。过后我们看到一些灯光，因为前面有几间干蹦夹，然后亚姑苏就把手里的刀收了起来，没有再念咒语了。他就转过头叫我们先休息休息。可是我还是很紧张，看了看全身都是汗，就连内衣裤都湿了。过后呢，我们几个就慢慢的走到永华戏院前面的小市集，就去那边的印度档坐了下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几个才回过神来，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，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亚姑苏也不让我们多问，我们也不敢问。然后回家前呢，亚姑苏就给了我2个铁钉，叫我放在口袋，要我一直带在身上。睡觉的时候呢，也要把枕头下面放2个铁钉。如果半夜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理，最好不要出门。如果感觉害怕，就拿出2个铁钉出来互相敲击，那么那些奇怪的声音就会消失了。隔天回到学校的时候，毛尔就神秘兮兮的把我拉到学校的一个角落，他告诉我，亚姑苏讲我们遇到了本迪安娜。本迪安娜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其实就是马来人的吸血鬼。那些电影中描述的本迪安娜，就是那个头发又长又乱，有尖尖的牙齿，会吸人血的女鬼。但是那个不是本迪安娜真正的样子，那个只是电影用来吓人的。亚姑苏就讲他也不知道本迪安娜是什么样子，因为没有人见过本迪安娜真正的样子，因为见过本迪安娜的人都死了。死人能告诉你本迪安娜是什么样子吗？本迪安娜会吸人血，这个是真的，但是它并没有那么可怕，它是没有什么魔力的，尤其是在白天，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害人的魔力。它吸血都是在晚上，即使在晚上，它也没有什么厉害的魔力，它只会吓人迷惑人，让到你紧张害怕，或者让你迷路回不到家。当你太累太饿太渴时候就昏倒了，这个时候它才会来吸你的血。
所以你没有昏倒的话，其实他也害不了你们。可是他很会变，还很会骗人，还有他能看穿你的心，知道你在想什么，知道你喜欢什么，害怕什么。这大概就是他最大的魔力了。蒙丹娜会变很多东西，但是他并不是乱乱变的，而是根据你的弱点来变。他会变出你喜欢的东西来诱惑你，也会变出你害怕的东西来吓唬你，让你忘了回家的路。或者在你害怕的时候，他会让你迷迷糊糊的，搞得你精疲力尽时候，那么他就有机会下手了。蒙丹娜最怕的就是亮光和铁气，他也很怕人气。人气其实就是人呼出来的气，越多人气他就越怕。所以万一碰到蒙丹娜，你也不必害怕，基本上你一回家就没有事了。你在家里，蒙丹娜是拿你没有办法的。亚古叔还讲，那天在红树林找着你，蒙丹娜的主要目标其实是你，因为我们4个人当中个子最小的就是你，而你的好奇心又重，身上又没有带任何铁器。你知道为什么那天我们要回去的时候，亚古叔叫你帮忙拿铁叉没有？因为那个铁叉是铁做的，还有他故意安排你走在他后面，这样他才可以保护你。毛阿就讲，那天我们看到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，蝴蝶啊、蛇啊、蜈蚣虫啊、蚱蜢啊，这些都是蒙丹娜编出来的，因为他知道我们2个好奇心重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留在森林里面直到天黑，这样我们就可能会迷路而出不来，那么他就可以害我们了。毛阿还讲，你有看到一路上都有一大堆的钱币吗？还有那个马来美女，天都黑了，她还走进森林里面去做什么？难道说她的家住在森林里面咩？还有就是，如果你有注意的话，你会发现她一步一步的走过来，可是地上的烂泥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我们实在是很幸运的啦，幸亏我们几个人都不贪心，亚姑也不好色，不然的话，柴小港又有死人的新闻了。听完了毛阿的话，我吓得冷汗直流啊！原来自己已经从鬼门关里面兜一圈回来了。过后我就记住了亚姑叔的话，随身带着铁器。以前呢，我是带着2根铁钉，现在就带一串钥匙和一个指甲剪。我也不去阴暗或人气少的地方，一到晚上我就关在家里，也不敢出门了。好咯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那么蒙丹娜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下期揭晓。下期我再和大家讲一个马来人遇到蒙丹娜的故事，记得点下小铃铛，避免错过咯。也不要忘记点个免费的赞支持啊！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